拍的时候他倒没觉得太羞耻，只是满脑子想着，照蓝忘机这样的亲法，场面绝对能让人血脉喷张。只是他没想到，原来拍出来之后 18X 的既视感会变得这样浓。满屏的辱骂他不是没看见，也做不到完全的不在意。好在看完那个偷拍的视频，心情好了些。他偷偷往厨房那边走过去，在门口停下，看着那个修长挺拔让人迷恋的背影，嘴角的笑意就禁不住了。他一边往回走，一边乐呵呵地想到，反正不管你们怎么骂，蓝湛现在都还是在我身边的。而且他没来由地相信，就算现在跑到那人面前，假装委屈地控诉一下，要一个拥抱什么的，蓝湛也一定会认真地安慰他，并且答应他的要求。确实是因为重逢过后，蓝忘机没再拒绝过他任何要求，才给了他这样的自信。魏无羡又坐回客厅的沙发，舒服地翘着腿躺下来，熟门熟路地点开了那个他好久没有光顾的 CP 超话。眼看着楼的画风越歪越危险，魏无羡赶紧点了退出键。现在的小女生真是，该说她们真性情呢，还是没心没肺呢？他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冷不丁从头顶传来一声轻唤：“魏婴，吃饭了啊？”哦，好的好的。他手忙脚乱站起来，因为动作过急显得有些踉跄，没注意自己的手臂被人小心地扶住了。虽说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但当魏无羡来到餐桌边，看着满满半桌的菜样，还是差点惊掉了下巴。自家冰箱里也就那么几样菜，可蓝忘机光凭几个鸡蛋都能做出3种不同的菜式来，什么煎的、炒的、熬汤用的，且色泽又鲜艳，让人食欲大振。这不是蓝忘机第一次为他做饭了。上次自己将喝醉的蓝湛带回来时，他就在第2天为自己做了早午餐以致谢意。魏无羡还依稀记得，那天的午餐是蛮丰盛的，甚至还有辣子鸡和炒鸡丁之类的。当时他没太注意，现在想起来，那些菜品的原料应当是当天上午蓝湛买回来的。他有点不好意思，因着自己没准备导致眼前这位大厨都不能好好施展自己的厨艺，莫名的生出了些窘迫感。显然蓝忘机并未意识到他丰富的内心活动，替人拉开了餐桌旁的一把椅子后，自己坐到了对面去。魏无羡冲他笑了笑，到了嘴边的客气话被他硬生生憋了回去，只是真诚十分的感叹了一下，又有机会尝到你的厨艺了，有口福喽。蓝忘机只是温和地看着他，示意道，若是喜欢的话就多吃一点。那是当然，我可不会客气。魏无羡欣然应下，开始了这顿其乐融融的晚餐。蓝忘机家规较为严苛，吃饭时从不说话，一说话就必定会提前放快。魏无羡自认识他起就了解这一点，于是在开话头前先叫了他一声蓝湛。对面那人立刻割下双筷，抬起头认真地注视着他，何事？魏无羡被他突如其来的赤诚眼神打得不知所措，结结巴巴了几秒，又见那人眉头轻皱道，是哪道菜不合胃口？没有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都这么晚了，你等会一个人回去方便吗？不会被拍到什么的吧？魏无羡不知是不是自己的错觉，感受到那人似乎是敛了几分笑意。他鬼使神差又接道，你应该是自己过来的吧？这么晚了也没有人接你回去，要不你在我这将就一晚上。魏无羡并起3指，指天指地问心无愧地证明自己绝无半分其他意图，再道，等明天你再联系你大哥，让人来接你，不然被拍到了，影响多不好呀，行吗？蓝忘机垂下眼睫，不知在思考什么，沉默了在魏无羡眼里漫长的如同几小时的几秒钟后，他才开口应道，好。魏无羡这才长舒一口气，重新吃起来。话匣子一打开，也就没有合上的道理，他便继续东扯西扯。奇怪的是，蓝忘机自始至终都没有让他噤声。魏无羡嘿嘿笑道，那等会吃过晚饭我给你收拾房间哈。已经10点半了，你平日里是不是这个时间点就睡了？是，但无妨。蓝忘机放下筷子，你还想做什么吗？我吗？平日这个点都睡不着，都在家打游戏呢。不过既然你来了，我就跟你的作息保持一致好了。蓝忘机没再应答，魏无羡又觉得无聊，又另起话题问他道，蓝湛，电影杀青后你工作忙吗？不忙。他是低着头回答的。魏无羡看不清他表情，可光凭这个答案，
他就不是很相信。我吃完了。魏无羡边喊着站起身，蓝湛，我先去收拾房间了。我家里本来还有一间小卧室，被我当成杂物间了。上次你喝醉了来不及收拾，这次我收拾一下睡那间，你还是睡主卧，可以吗？我的卧室不乱的，你放心。魏无羡拍拍胸膛，一副自己是良好青年，平日就爱做家务的模样。闻言，蓝忘机开口想说些什么，话到嘴边也只说出了一个好字。他想起上次魏婴沙发上的睡影，本能的不想让他再受委屈，可又总不能拒绝，到头来变成两人一起睡。他生怕给出了过于冒犯的明示或暗示。魏无羡收拾好小客间出来，捂着被灰尘呛得咳嗽不止的嘴，寻找着蓝忘机的身影。餐桌上已经干干净净，厨房里传来哗哗水声和碗盆碰撞的声音。魏无羡实在是不好意思让客人又做饭又洗碗，急忙冲进厨房，见到的就是蓝忘机擦干最后一个盘子的场面。啊，蓝湛，你真的好贤惠啊。他笑着走过去，从蓝忘机手里接过最后一个亮得反光的瓷盘，抬头半开玩笑地说道，谁要是被你娶了，那可真是不知道几世修来的好福气。蓝忘机默默地脱下围裙，没有回答。两人略有尴尬的面对面站了一会，蓝忘机突然道，魏婴，你还想打游戏吗？啊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蓝忘机顿了顿，才克服了什么似的说道，可以陪你。陪我？魏无羡听见这典型的宠溺意味的话，下意识笑了，也放松了许多。蓝湛，看不出来你还会玩游戏啊。可是这该是你睡觉的时间了呀。魏无羡指了指墙上的挂钟，已经11点了。无妨的。既然如此，那魏无羡自是乐得能跟他多些相处时间，当即拉了人就往客厅跑。他兴冲冲拿着蓝忘机的手机，里面果然没有什么娱乐性的工具，好在下载游戏也不算很慢。在等待下载的间隙，魏无羡又问他，蓝湛，你有接触过这个游戏吗？我看你也不像会玩游戏的人，不会的话我可以教你。你就放心吧，我最近天天在家练手游，段位马上就冲到最高了，跟着我不会输的。他信誓旦旦保证完，看到蓝忘机眼神突变，才后知后觉捂住了嘴。真丢人，怎么可以这么轻易泄露自己抠脚10天半个月的事实啊，搞得自己好像不务正业一样。自己在蓝忘机面前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好青年形象又该崩塌了。好在蓝忘机很快收敛了情绪，也第一时间进入了被教学状态。虽然他并不太擅长游戏，但看着魏无羡信心满满教他各种技巧，一开局就护着他生怕他掉血的样子，心里就异常的满足。魏无羡也是第一次见蓝忘机这么乖巧认调教的模样，内心忍不住窃喜，并且还时不时冒出一点好像男朋友所向披靡带着伴侣躺赢的成就感。